如果说恒大2.5万亿的债务暴雷是房地产的丧钟，那接下来轮到的恐怕就是光伏储能和新能源汽车这两大国民支柱了。你敢信吗？闷声不响的光伏和储能产业链竟然背着高达6万亿的债务，121家光伏企业总负债2万亿，169家储能上市企业总负债2.5万亿，再加上龙头宁德时代的4749亿债务和比亚迪5316亿负债，还不算供应商那吓死人的欠款，这账本一摊开，简直是让人头皮发麻。更扎心的是，德国人拿中国光伏板当围墙器，比亚迪的电动车堆在鬼楼里蒙灰，这场景怎么看都像一场盛宴散场后的狼藉。别以为这只是危言耸听，亚洲金融早就放话，林毅夫吹上天的产业政策催出来的不是经济增长，而是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恶果。房地产的债还没还清，光伏储能和电动车又排着队来爆雷，这6万亿的窟窿最后谁来填？答案恐怕是中国人都跑不掉。先来看看光伏这块金字招牌有多惨。2024年，中国光伏三大龙头天合光能、金科能源、大全能源合计亏损88亿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要知道，这三家可是行业里的扛把子。结果呢？天合光能2024年营业收入暴跌 54.62%， 扣非净利润亏了 51.99 亿，大全能源收入缩水 29.15%， 扣非净利润亏 26.38 亿，金科能源更惨，净利润暴跌 98.78%， 扣非直接亏 10.12 亿。看到这数据，谁还敢说光伏是朝阳产业？再放眼整个行业，情况只会更糟。据第一财经报道，截至2025年1月26日，96家光伏上市公司中60家发了业绩预告，结果怎么样？除了5家勉强盈利，其他全是亏。60家企业规模净利润下限合计亏556亿，其中33家亏超1亿，13家更是亏超10亿，总额高达637亿。这可不是小打小闹，龙头企业仗着产能大，本以为能抗住周期，结果亏得比谁都狠。更吓人的还在后面。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博华爆料，2024年多晶硅价格崩了 39%， 硅片跌超 50%， 电池片跌 30%， 组件跌 29%。这价格跌得比跳楼还快，直接把企业砸进了亏损深渊。华夏能源网还引用 Infolink 的数据，现在多晶硅均价39元每公斤，连大全能源的销售成本都 cover 不住，大部分厂商就是在赔本赚吆喝。储能这边也好不到哪去，169家上市储能企业总负债 2.5 万亿，宁德时代一家就扛了4749亿的债。2024年上半年，比亚迪总负债5316亿，还不算供应商那几千亿的隐形炸弹。这账算下来，光伏加储能的6万亿债务，简直就是压在中国经济背上的另一座大山。光伏和储能这些年能火起来，靠的不就是政策扶持和补贴吗？结果现在补贴退坡，市场需求却跟不上产能扩张，供需失衡，直接把价格打到地板上。大全能源自己都说了，2024年国内多晶硅产业供需失衡，价格跌破现金成本，行业整体陷入亏损。这话听着耳熟吗？跟当年房地产去库存崩盘前夕的调调是不是一模一样？更讽刺的是，这些企业还死鸭子嘴硬。天合光能说组件价格下滑影响盈利，金科能源怪落后产能淘汰和火灾事故，大全能源直接甩锅给供需失衡。合着亏成这样，全是天灾，一点人祸都没。可笑的是，2024年第二季度，大全能源的多晶硅售价
就跌到40.68元每公斤，连成本都保不住，全年还在硬撑，这不就是在拿股东的钱打水漂吗？再看看国际市场，那就更悲惨了。德国人拿中国光伏板当围墙用，比利时港口堆满了无人认领的光伏组件，美国干脆加征关税，把中国货挡在门外。曾经靠低价席卷全球的中国光伏，如今成了廉价过剩的代名词。至于比亚迪，电动车卖不动，库存车直接塞进烂尾楼里，眼看着就成了一堆废铁。这画面简直惨到让人不忍直视。说到债务，这才是最要命的。恒大暴雷 2.5 万亿，许家印已经彻底不装了，直接摆烂。现在轮到光伏储能和电动车6万亿的债务窟窿，比恒大还吓人。121家光伏企业负债2万亿，169家储能企业 2.5 万亿，宁德时代4749亿，比亚迪5316亿，这数字叠起来，简直能把人压得喘不过气。我们来算一笔账，以一家年销售额5000万的光伏企业为例，假设毛利率 20%， 一年毛利1000万。现在行业价格战打得血流成河，毛利可能直接砍半到500万。再加上贷款利息、人工成本、仓储费用，一年下来能剩100万就不错了。可这家企业的债务呢？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，利滚利一算，破产只是时间问题。更别提那些小厂了。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统计，全国中小型光伏企业超过5000家，平均负债2000万到5000万不等，总额轻松破1000亿。这些小厂本来就靠低价薄利活着，现在价格崩盘，银行催债，供应商讨债，跑路都算轻的，直接倒闭才是常态。储能这边也好不到哪去。宁德时代2024年财报还没全披露，但4749亿的负债已经让人捏把汗。电池价格下跌，原材料成本却没降，利润空间被挤得只剩骨头渣。再加上国际市场对中国电池的抵制，这龙头老大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去。至于比亚迪5316亿负债，只是冰山一角。供应商欠款，据业内人士估计，至少还有2000亿没算进去。电动车卖不动，库存积压，资金链一断，供应商第一个跳出来讨债，到时候比亚迪还能不能挺住，谁都不敢打包票。这6万亿债务的背后是多少人的生计？根据中国新能源协会的内部数据，光伏和储能产业链直接就业人数超过500万，包括生产、物流、安装等环节。如果按 30% 的企业倒闭率算，至少150万到200万人得失业。这还不算上下游产业、运输公司、包装厂、贸易商，一倒一大片，波及人数轻松破500万。更别提那些地方经济了。光伏重镇江苏、浙江，储能大省广东，这些地方靠新能源吃饭的中小企业多得数不过来。一旦龙头倒下，小厂跟着一块完蛋，地方财政直接炸锅。想想恒大暴雷后，那些被拖垮的建材商、装修队，这回轮到光伏储能的供应商和工人瑟瑟发抖了。有意思的是，前几年政府还在喊新能源是未来，林毅夫还信誓旦旦地说产业政策能救中国。现在呢，产能过剩，债务压顶，国际市场不要咱的货，国内市场又消化不下了。这不就是成也政策，败也政策的翻版吗？有人可能会说，那就转型呗，学学亚马逊，搞本地仓储，优化供应链。可这招真管用吗？光伏组件体积大，利润薄，仓储成本一涨，等于雪上加霜。据摩根士丹利分析，光伏企业把货存在海外，物流和仓储成本占售价的 15% 至 20%， 利润直接被吃光。比亚迪倒是试过在美国建厂，可惜关税照加不误，成本高的离谱，
压根玩不转。还有人说，那就开发高端产品，别老卖低端货。这话听着好听，可现实呢？据商务部数据，中国光伏出口的 85% 是单价$50以下的组件，高端市场早被欧美日韩占了坑。中国企业想挤进去，没技术没品牌，只能继续打价格战，结果就是越打越穷，越穷越亏。更扎心的是，国际局势也不给活路。美国2024年对华新能源关税提到 25%， 欧盟紧随其后搞反补贴调查，德国直接把中国光伏板当建材用。这不是贸易战，这是要把中国新能源产业往死里逼呀！回过头看，房地产暴雷才几年，恒大2.5万亿的债还没填平，光伏储能和电动车就带着6万亿的窟窿来报道了。这场危机比房地产还狠，因为它不光是钱的问题，还有500万人的饭碗和整个产业的命脉。中国商务部前几天还在喊支持新能源高质量发展，可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耳熟？当年房地产崩盘前，不也喊过房住不炒吗？结果呢，政策红利一退，泡沫吹破，留下一地鸡毛。现在光伏储能和电动车排着队爆雷，这6万亿的债谁来还？银行、政府，还是中国这些普通人？说实话，中国新能源这些年的狂飙，靠的是政策漏洞和低价血拼，就像在悬崖边上跳舞，看着风光无限，可摔下来也快。现在悬崖到了，寒冬来了，光伏板砌墙，电动车堆鬼楼的日子，恐怕只是噩梦的开始。下一个恒大会是谁？拭目以待吧。